Shiny Shiny， 闪亮着的遥远的大笨钟，炫彩般响着当当当的声音。白色蒲公英进而也向天际飞去。我不知道该抓住哪一朵飘离的棉絮，只好呆愣在原地，祈祷着能够走向幸福的我和你。阿鲁哈，这是蒲公英花子，蒲公英花子啊，乘着风远播吧，请告诉我珍惜的人们，春天到了，轻轻搔痒它们。日前，也就是上个月4月19日，得知韩国艺人文彬在自家中离世了。25岁，他的最后一个贴文是一张蒲公英的照片，上面这段文字就是他的贴图文字。而蒲公英花语为：我在远处为你的幸福而祈祷。我对文彬不大认识，但面对他的离世，却不经意让我想起那个老是挂着微笑的男生钟铉。不知为什么，对钟铉最深刻的印象有3个画面，一个是他在那个带小孩的节目《Hello Baby》里穿着小飞侠装扮的模样，没想到另外2个画面，一个竟是他的遗照，另一个则是他离世前那个在超商买东西的画面。5年多了，2017年12月18日，钟铉离世了。那时我感到一种悲伤与不舍，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一种隐隐约约的难过。我想 Shiny 的队员和他的粉丝们更应该是感到感伤吧。而今面对着 Astro 成员文彬的离世，相信他的成员与喜爱他的粉丝们也是相当感伤。想到他们的离去，不知为何自己也有些波动。想起那个钟铉最后在超商买东西的画面，有时会想，如果我那时是那位店员，也知道他即将做的事，是不是能给到眼前苍白面容的人一些些的让他能够继续活下去的话语和动力呢？如果这个世界彼此都能善意对待，大家都能够过得温暖而幸福，那就太好了。或许就不会再有人走向那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了。钟铉离世那阵子，其实我自己也遇到不少的事，也曾经有过不好的念头，但我告诉自己，我要连钟铉的份一起努力地活下去，一样带给世界爱、温暖与微笑。后来我在自己的灵魂暗夜里学习自我探索与疗愈，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依旧不屈不挠，感恩天地，感恩比我们更高层次存有的护念，还有我周遭的这些帮助过我的人们，让我还能走到今日，我会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希望钟铉和文彬等人的离世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悲伤，而是让我们更要勇敢走下去的力量。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为《改朝换代的人生》的书末寄语。这篇的篇名叫做其实我们可以多一点细心与善意。我就节选其中一些部分作为对他们的送别，也希望能带给在生活中正在困顿着的、坎坷着的你们一点点的
慰藉。其实我们可以多一点细心与善意。韩国山里人气乐团成员钟铉于2017年12月18日轻生，送医急救不治的消息，年仅27岁。相关视频中，钟铉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曾眼眶湿润，微笑着环视现场观众。得知他离开的消息，在看到他那个含泪微笑的神情，我感受到他心里的无可奈何，一种有好多话想倾诉，却无人可说的哀伤。有人认为，那个既温柔又哀伤的神情，是他对世间发出求救的讯号。可惜当时无人懂得。事发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原来钟铉早有轻生之意。再回顾他2017年4月的个人原创，其中有首歌名为《Let Me Out》，放开我。表面上好似描写失恋的心情，然而其中的歌词其实也透露他对生活的无力。歌词中写着：拜托谁来抱抱这个厌倦世界的我，谁来替我擦干被眼泪浸湿的我，拜托先注意到疲惫不堪的我，理解一下没用的我，拜托帮帮我吧。微笑含泪的那个神情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回去，因为我也曾对生命感到疲惫。有一次，我的母亲看到我时，她的眼眶红润，但是嘴角仍挂着微笑。之后我才知道，她在生活及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其实心里也正苦闷着。现今回想起她那个红着眼眶的微笑，瞬时间我好像懂了什么。有时练习用笑脸面对周遭的人，但其实遇到一些事情，自己心里正苦着，偏偏又遇到一些习于看人缺点的人前来挖苦或背后攻击。这些朋友没有发现别人正试图自我修正，也没感受到有时眼前带着微笑的人心里正苦闷或身体不舒服，愿意露出那个微笑得用上多大的力气与善意。某次没把事情做好，一位年长同事马上用一种仿佛看待仇人的眼神盯着我，足足看了好几秒，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开，仿佛我犯了什么不可弥补的罪过。但是当他自己做不好时，却以因为所以我是的态度轻描淡写地带过。时间久了，发现这已然成为那个人未能觉察到的相处抓周模式，便开始慢慢学习如何不被这些人或事件影响。其实习于看别人缺点是件很苦的事，因为心里装的多半是别人家的垃圾，心地难以恢复到清净的状态。也许大部分的人并不是不想把事情做好，也不是不愿学习，只是比较没有做事经验。我们不应该用那种轻慢的态度待人，而这也是在降服我慢与学习尊重和谦虚。最后这段话，相信大家也能在静下心时拿来想想。不论是对人、事、地球、天地，乃至于对芸芸众生，能不能多一点细心与善意，多一点尊重？
也许我们眼前这位正在笑着的人，正遭逢我们所不知的苦痛，就好像这个地球已遭逢好几次存亡危机，淌着许多地球人未察觉的眼泪。有时我们一句温暖的话，也许可以让一个人打消轻生的念头，燃起生命的希望。而我们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善念善行，也正为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向善扬升做准备。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多一点的细心与善意。